一根棒棒糖需要舔多少口才能舔完？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思考过这个问题，并小小的实验过，但结果估计都跟美国80年代一则棒棒糖广告里的猫头鹰一样，在实验的第3口就忍不住把棒棒糖咬碎了。广告的最后还声称，这个答案也许世界可能永远都不知道。但2015年，纽约大学克朗数学系在研究溶解在自然界中作用的过程中，却偶然得知了这个答案。自然界中有水流过的地方都会留下水特有的痕迹，比如水边的鹅卵石或者海底起伏的沙丘。这些过程涉及2个重要的元素，一方面是水在流过固体的表面时，通过侵蚀或溶解带走了物质，从而改变了固体的形状；另一方面，改变了形状的物体又会干扰到水的流动，从而改变水流的速度，并且影响物质被带走的速度。结合了这2个元素的流体力学问题，被统称为固体流体相互作用问题。为了了解固体在水流中溶解的基本规律，团队选择了最简单的几何形状球形，以及最基本的水流均匀水流。其中球形就是可溶性固体棒棒糖。将其置于能产生均匀水流的实验用水洞中后，通过记录棒棒糖被水流的侵蚀情况以及时间的变化，得出了2个公式。这里的 V 代表糖球的体积， T 代表时间， Tf 代表糖球完全溶解所需要的时间， UO 代表水流的流速。第一个公式告诉我们，糖球的体积会随时间的平方递减，而第2个公式告诉我们，糖球完全溶解所需要的时间是和水流流速平方根的导数成正比的。就像搅拌咖啡一样，快速的搅拌可以加快糖的溶解。这2个公式可以预测可溶解的固体在流动的液体中融化需要多长时间，因此在工业领域，特别是制药业会有很大的用途，比如判断药片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在胃里溶解。同样，这个公式还可以解开困扰很多人的难题：一根棒棒糖到底能舔多少次？于是团队便利用公式对棒棒糖进行了计算，得到的答案为1000次。尽管这个答案会受到糖球体积以及唾液分泌量的干扰，但公式的出现应该拯救了不少人的舌头吧。